我是 Dream Bloomer 的 Mickey， 今天很荣幸来介绍 Angie。那等一下会介绍她，她是我在美国 Art Center 的一位学妹，那现在也是一个连续的创业家，也是一位老板。那会请她来帮大家分享一下工作两地之中，她会发现说，其实有很多文化以及作业模式思考因为不同，所以导致上是说她有非常大的一个落差。那接下来他会来分享说这两地的落差是什么。当你已经确定完合约的时候呢，那你的合约要怎么去签？你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程？台湾的很多外包合约都很简单，一个公版。那其实你仔细看，它里面细节很少，所以它其实留了很多空间是有争议的。那美国的合约如果是大公司，它一定是请律师特别去写好。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你语言能力要够，你要看里面有没有陷阱啊什么。那基本的合约，其实像我的课我都有讲到说，有几个网站工具很好用。如果你的客户他自己本身不专业，他没有适当的合约，你都可以用那个网站把一些基本的你案子的资讯打进去，他就帮你生成一个大概2页到3页的一个合约。里面该讲的都会讲到。那我也有接大陆的案子，我也很意外的发现，大陆的合约其实写的比台湾还完善，而且写的很细哦。他甚至还说你不可以发包给第三人，什么这些东西都先预防好了，讲得非常清楚。那只是你接案的人，你要看清楚说他是不是有特别叫你什么改到饱啦，什么他满意才行，他不满意让你滚啊，这种东西就是你要确认你才签。我觉得不管什么合约，不管在哪里签什么合约，都同样的道理。那只是说台湾对尤其是个人接案对签约的意思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我遇到很多设计师跟我说，我平常都接朋友案子，我不签约的。哦，我的天啊！我就觉得这很可怕。那他如何保护自己呢？可是因为他们过去的经验很好，所以他觉得这个是应该，他觉得是理所当然。反而你跟他签约，他还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才要跟他签？那我觉得，因为你个人立场跟你个人生活习惯、圈子的做法关系，会把你想法就框住了，不知道说实际上专业的人到底要怎么做事，怎么保护自己。那不是很可惜吗？因为同温层大概是这样状况，可是它可能会很难再升到另外一个层级的价格，因为那个层级是一定要法律保护才会。例如说，你现在是接1万2万的案子，你如果要20、50、100、200，那绝对是一定是合约的攻防战。没错，我觉得很多东西是看你，如果你愿意往更上一层发展，就耳朵要打开，要学习别人的经验。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就很好了，别人讲的东西你可能听不进去，那我们就觉得说，好吧，那你开心就好，真的也没有很多我们能做的。那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情况，甚至你要出到海外，又是这些专业的做法更重要，你要让人家觉得你是很专业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还是尽量 open mind， 能学就学，能了解就了解，有意见就要听。当你回来的时候，其实台湾有非常多优秀的专业的各式各样的专业的这种技能的设计师、插画师、产品设计师。我觉得你在推广的是想办法把国外的一些案子抓回来，然后让台湾有机会能够衔接，然后输出，把我们很厉害的这些强项输出出去。你觉得台湾的优势会是什么呢？其实，跟很多朋友聊过，大家都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优势，缺点在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就是一些观念上的建立、做事流程跟外面没有接轨。所以有时候我就是心里想啊，我希望能够当中间的这个角色，能不能在中间沟通，让大家调整做事方式，我又可以找到不错的人才。那跟同行朋友分享过类似背景的朋友讨论，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调整自己的做法，而且反而是会有沟通意见观念上的冲突。这个问题是比我们想象还要严重一点。可是我们也觉得说，台湾人的素质是真的比较好的，因为甚至我美国公司的朋友都抱怨说，他们发包去哪个国家，很多接外包的国家，先不说哪里，就
品质就是价钱高，因为他们常常接外包，品质差，而且他们还有打手。那台湾人至少比较老实一点，整体来说啦，接外包的人比较老实，然后品质比较好。价格上，当然台湾现在收入不是很高嘛，所以价格上是很有竞争力的。对这些大公司来说，他们很喜欢这样子状态的外包。那只是如果说你观念建立不正确，你是没有办法接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像我啊、Miki 啊，周围一些朋友都很希望能够做到这种桥梁的角色，但大家都觉得沟通上是有很大的困难的。那看谁能够找到这个诀窍，那也可以找到好配合的人，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让大家都开心，因为每个人都有钱赚嘛。我觉得蛮有趣，就是在这几年啊，就是看你在海外美国这边回来之后呢，然后把一些资源、一些工作机会、案子、专案等等带回台湾来。那我觉得在发包的过程中，你当然也付了非常多的学费。那你也觉得说，很多普遍大环境下有一些各种专业，它其实还欠缺了一些心法、流程，正确跟海外接轨的一些正确的观念，所以你就慢慢的开始好像教了某种的课程。那这个课程是在协助台湾的一位例如说插画家或设计师如何做自己的品牌，包装自己。然后这些种种的包装呢，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接海外的案子，例如说从台湾接法国的案子，做美国的案子、意大利案子等等的这些心法。那开了已经下一期是第6期了，已经到第6期了。那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是说里面到底教的是什么呢？对，就像我刚刚说，大家朋友发包都遇到很多困难嘛，就是观念上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就开始开课，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能够用课程把大家洗脑，就是告诉大家国外是怎么样的做事方式，你有建立基本观念以后，那你本身能力不错，我们就可以看看说我是不是能够培养一群人能够跟国外的资源接轨。那这个课程呢，我把它弄得很架构算蛮大的，就是先从你怎么这个观念，美国的产业的现况，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不同，做事方式怎么不同，然后我会教你怎么样准备作品集，你的图片呈现是怎么样的方式。因为我发现台湾很多学校教出来学生的作品集看起来就不是很专业，然后还要每个人都印成一本书，其实不用花那个钱去印一本书。你看而且现在都网络时代，你要怎么样让人家看你数位的作品集是怎么样排列，让人家业主好收集，还有印象深刻。所以从作品集，然后甚至到履历表，然后你要怎么样准备你的 LinkedIn， 因为这是整套的，只有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大陆都很认真在玩 LinkedIn，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找工作的平台，或是你当数位履历表的平台。可是台湾人对 LinkedIn 很陌生，所以这个东西也一定要讲。然后包括你要去哪里贴你的作品集，然后你基本的准备好以后，我会分享你去哪找你的案子，然后还有你怎么样玩社群网络。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社群时代，你如果在网络上没有经营一个社群账号，推广你的作品，它也是你的作品集你的机会会少人家很多。而且现在美国网络上还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就是有2个很厉害的插画家同时被同一个业主问说愿不愿意接案，同一个案子他们在选嘛，那这个都是很有实力的人，结果这个插画家被说因为他的 IG 粉丝不够，所以选了那个粉丝多的。我有听过这个案例。对，然后这在网络上吵翻了，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要只看数字，然后说业主很肤浅啊什么什么。那你不能去，我觉得啦，你不能去否定这个现象，因为他现在他这个数字等于他履历的一部分，你的名气是对方会觉得这是附加价值，他愿意投资在你身上，他用了你，他觉得有得到很好的作品，他还可以用你的名气去打广告，对业主来说是很棒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要全部放在一起讲，你怎么样
打好你的基础，有实力了以后，你怎么在网络上推广自己？然后，因为你的品牌是不会灭的嘛，你就是你嘛。那你品牌推出去以后，之后你又怎么样做价值服务、周边商品？网络上很多东西都可以换成钱的，不像台湾很多人觉得说，哦，设计师就是很穷啊，一定要卖鸡排这样。我觉得这个观念要调整一下，是机会很大的。那其实我觉得说，你上次的课程，那我有幸听到它3天的其中1天，那基本大概有超过20多个小时的很多的讯息，在那个密集的3个课。那我记得说，其中一个学期有一位日本的插画家，他在一个游戏公司工作，然后上了你的课之后，他的 IG 好像从几千人现在已经变到4万人了嘛？是吧？哦，没有，他不是上我的课，我是他的经纪，所以你有教，特别像是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教练级的，在旁边引诱他，就说，你要怎么做，然后就可以慢慢的这样提升他的功力。对，我等于是带着他啦，就是把我课堂上的东西直接实做，告诉他一些小技巧。当然，真要看贴文的人自己要很认真在做嘛，我只是在旁边点他，他就一点就通，他就很认真的执行。所以就是刚好现在满1年了，1年他从2000粉丝现在是4万，哇，在1年内，1年内，哇，那我觉得上你的课程，我觉得先不讲说，就是你实际接案的能力跟国外接轨的能力都大大提升之外，你实际更懂得你怎么样包装自己。因为就像刚刚的我们在海外炒翻了这个案例来讲的话，其实你的这些数据就当是你的综合实力的其中一部分，缺一不可。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 social media 的数位时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可以在哪里找到你的这些课程的资讯呢？现在就是因为我现在刚改组，我的公司现在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所以我的课程资讯会放在我的公司的那个粉丝页，叫做 Who Creates， 要放上在下面就是放上去或者下面。那同样课程资讯还是会分享在我之前的工作室的粉丝页啦。那慢慢相关资讯还是会以我现在公司粉丝页为主，这样。那我们就会大概平均3个月会公布1次上课的资讯。OK， 现在分享了这么多有趣，跟你们听到一定学到非常多。我需要谢谢 Angie， 然后今天来到现场，然后愿意跟大家真实掏心掏肺分享这么多内幕。那下次见喽，拜 ，Adios， ciao。